BOG 成为了亚欧地区 OTC 玩家的首选银行。在币安等大型交易所 P2P 交易区，大量高加索地区的商家都使用 BOG 账户完成 USDT 与格鲁吉亚拉里的兑换结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， 关注我，让你全球都有人。在全球利率下行、银行开户门槛高筑、加密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，有这么一家银行却同时兼具超高定存利率、宽松开户门槛、加密友好通道这么三大核心优势，它就是格鲁吉亚银行 Bank of Georgia， 内行人也常常挂在嘴边，叫做 BOG， 堪称全球金融系统中反常识的存在。接下来我们将从利率、开户、加密这么三大维度拆解这家银行的独特价值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 Let's get into it。 1. 超10%高存款利率，全球最稳无脑高收益机会。当全球主流金融市场都陷入利率荒，美国加息周期落幕，欧盟持续降息，日本也徘徊在低利率的边缘，香港、新加坡等金融中心的银行存款利率也徘徊在0%到4%的区间，很难为储户创造可观的收益。但格鲁吉亚银行却能够逆势给出超10%的超高定存利率，这一数字让不少人质疑其可靠性，担心高利贷陷阱或者货币贬值的前兆。实则不然。格鲁吉亚的高利率源于特殊的经济周期。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，大量俄罗斯企业、IT 从业者或者高净值家庭迁入格鲁吉亚，资本的持续涌入推动了该国当年 GDP 突破了10%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。美元、欧元、卢布等外币的流入不仅未冲击本币的汇率，反而让格鲁吉亚拉里升值到近3年的最强水平，形成了通胀下行、利率高位、实际利率转正的良性局面。从政策层面看，格鲁吉亚央行 NBG 明确表示会谨慎缓慢、分阶段的下调利率，必要时将长期维持高利率的基本政策，确保通胀中期稳定在3%左右。对格鲁吉亚这类高开放度的小国而言，高利率是吸引资本、稳定货币、巩固银行体系的战略工具。同时，该国国内贷款利率普遍超10%，银行能够通过充足的利差保障盈利能力。其高息存款并非亏本吸储，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商业逻辑之上的。尽管未来名义利率可能缓步下调，但在通胀和汇率稳定的前提下， BOG 的实际利率仍然超全球平均水平，短期内全球高息银行的标签是很难被撕下来的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聊第二个爆点，为什么在全球开户难到离谱的当下， BOG 却反而成为全球最友好门槛的银行？准备好继续深入了解了吗？ Let's move on。 2. 超低门槛小国护照持有者的资产避风港。在全球金融监管全面收紧的5年间， FATF 灰名单、CRS 全球信息交换、欧美反洗钱政策升级等等因素，让跨境开户难上加难。新加坡、香港对非本地居民几乎一刀切，无本地地址、消费记录或者纳税证明的客户基本无法开户。加勒比、瓦努阿图、圣多美等投资入籍护照更是被多家银行列入高风险名单，随时面临账户关停，这让数字游民、小国护照持有者陷入身份与资产的双重困境。但是 BOG 在这一波浪潮中开辟了逆行者赛道，其开户的宽松程度堪称全球罕见。只要客户非制裁国身份，能够提供有效护照，大概率可以成功开立全功能的国际账户。部分客户到网点当天也能拿到账户和银行卡，体验堪比10年前的香港各大行。更关键的是 BOG 并非小型的金融机构，却有着极强的身份包容度。俄罗斯籍客户可以正常开户，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菲律宾等国的护照持有者不受限制，加勒比、多米尼克、土耳其、瓦努阿图等等被其他银行嫌弃的投资入籍护照也能够顺利准入。
美国公民只需要填写 W8 表格即可开户，无固定住所的数字游民同样可以轻松拿下国际账户服务。对于高净值的人群而言， BOG 更是实现身份与资产隔离的优质载体。客户可将护照所属国、税务居民国、资产存放国进行有效分离，比如用马来西亚的税号、阿联酋的税务身份管理收入，将资金存入 BOG， 既能实现资产隐私保护，又能保证合规性，构建起安全的全球资产隔离体系。当然，开户条件的宽松并不意味着后续账户使用合规无监管。据不少朋友反馈 ，BOG 一旦认定账户使用违规，随时封户是没有解释的。对于不合规的操作，也是存在转账被拒、资金卡住这些情况的。3. 加密友好 ，OTC 最爱的银行，传统金融与 Web3 之间的黄金桥梁。在全球银行对加密资产普遍采取封禁冻结政策的当下， BOG 的加密友好特质尤为稀缺。它既不激进鼓励加密贸易，也不刻意刁难，而是秉持着合规前提下尊重业务逻辑的态度，成为传统金融与 Web3 领域之间的资金通道。 BOG 明确不对非制裁国家客户的合法加密交易设限，只要资金来源清晰，交易所合规，客户自由进行加密的相关收付，银行不会无故干预，仅对俄罗斯、白俄罗斯等少数受国际制裁的客户禁止其开展加密资金往来，这也是银行遵守国际金融共识的必要举措。格鲁吉亚本土已有 Crypto 等合规交易平台，并且也和 BOG、TBC 等主流银行建立了深度的合作，搭建起了加密资产、法币到银行账户的快捷转换通道。这一便利程度是香港、新加坡、欧美等金融中心所难以企及的。正是因为如此， BOG 成为了亚欧地区 OTC 玩家的首选银行。在币安等大型交易所 P2P 交易区，大量高加索地区的商家都使用 BOG 账户完成 USDT 与格鲁吉亚拉里的兑换结算。很多人把格鲁吉亚银行当作加密天堂，但现实更接近另一种逻辑，它并不是完全的 crypto friendly， 而是合规使用前提下的 crypto friendly。 一旦涉及批量的 P2P 灰色通道或者资金路径不清晰，银行是可能直接限制甚至关掉账户的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。如果你在20到23年体验过 BOG， 会觉得开户非常的丝滑，但从24到26年 KYC 明显加强，入账资金来源、资金目的地的审查也日趋严格，甚至已经出现提交材料后被拒且不给解释的情况。本质上，这不是政策的突变，而是一个典型的趋势。离岸红利期正在结束，合规时代正在到来。为什么2026必须要拥有一个 BOG 账户？当把高利率、宽开户、加密友好这3大优势结合来看， BOG 就不再是一家普通的小国银行，而是全球金融时代错位下的稀缺机会窗口。高利率本应伴随着货币危机，可格鲁吉亚的汇率稳健；开户宽松本应对应着监管的缺失，可格鲁吉亚金融体系监管扎实；加密通道本应是交易所的专属优势，可 BOG 却打通了传统银行与 Web3 之间的壁垒。这3重矛盾优势的叠加，让 BOG 成为解决当下全球资产配置3大痛点的最优解。在利率下行周期，它能够提供稳定高收益；在开户收紧浪潮中，它能够包容各类身份；在加密通道受阻的环境里，它能够保障法币出入金的自由。可以说 BOG 不是简单的理财产品或者备用账户，而是全球资产自由的底层基础设施建设。如果你想了解 BOG 的完整开户流程、材料清单、KYC 避坑指南、远程开户技巧等等，都可以私信咨询我们，我们会结合你的身份、用途和资产结构，定制专属的开户方案，帮你稳稳的拿下这张全球金融黄金通行证。
手枪在动荡时代为企业家重建全球资产与身份结构。我是Sean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